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江湖已死，赴山海的穿帮镜头与消失的侠义。江湖已死，赴山海的穿帮镜头与消失的侠义。洞洞鞋侠客，荧光笔剧本。武侠剧《赴山海》用一系列低级穿帮撕开了 S 家大制作的华丽外衣。开播前，它是顶配爆款，改编自温瑞安的《神州奇侠》，投资高达3亿，莲花楼原班人马打造。开播后，它成了笑话。演员手里攥着用蓝色荧光笔标注的现代剧本，镜头下无所遁形。古代侠客脚下踩着厚底洞洞鞋。悬崖飞马的场景塑料感十足，微压线都未处理干净，这就是所谓的史诗级制作。观众的情绪复杂，是爱恨交织。我们渴望侠义精神，向郭靖守襄阳，向灵狐冲护五岳，那是危难时的担当，抉择时的道义。赴山海本有机会，他让现代写手穿越到武侠世界，从苟活到守护。但粗制滥造的制作不断消耗这份期待，更深的病灶何在？武侠之魂正在被偷换，重武不重侠，打戏沦为科幻古装，角色动辄御剑飞行，发光武器炫目光效，侠义被挤到角落，取而代之的是狗血爱情和权谋套路，武侠剧成了披着古装外衣的科幻爱情片。赴山海加入了穿书和系统设定，本想吸引年轻人，结果却稀释了原著《神州奇侠》的家国侠义。有剧评人尖锐指出，95%接近原著的部分尚可看，95%原创剧情均失败，祸不单行。主演程毅卷入口水漩涡，他在直播中呼吁观众沉浸式看剧，建议不要刷个牙洗个菜再回来看，这番话被断章取义，剪成了指责观众不认真的傲慢说教。尽管团队迅速回应，宣布全网取证，追究恶意 P 图和断章取义者，但舆论已失控。诚意教育观众登上热搜，后果立竿见影，剧集收视率应声下跌，观众用遥控器投票表达不满。然而言论风波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真正的雷声早已在制作环节炸响。3亿投资，钱花哪儿了？观众质疑，答案或许是顶流片酬与营销成本挤压了制作预算，导致后期特效粗制滥造，绿幕抠图痕迹明显，滤镜过度磨皮，人物皮肤像打了高光，连阴影都看不清。打戏本是诚意的强项，但在赴山海中成了闪现加瞬移加爆炸光效3件套，镜头切换频繁，人物突然出现在5米外，像是开了外挂。数据说明一切，开播数据惊人，双平台上线6分钟热度值突破22000，但高开低走，口碑雪崩，豆瓣评分仅 4.5。外网评分低至 3.4， 收视率断崖式下滑，热度虚高，口碑崩塌，形成讽刺对比。赴山海的困境并非个例，它揭示了国产武侠剧的普遍困境：过度依赖流量明星，忽视剧本打磨和武术设计。当侠义精神被流量逻辑裹挟，武侠剧就失去了灵魂。观众要的不是完美的技术，是一个可信的江湖，是侠义的内核。赴山海的争议，与其说是观众挑剔，不如说是对武侠剧回归本质的期待。只有侠义内核不丢，制作态度不敷衍，江湖才能真正鲜活。否则，再宏大的江湖，也只是一锅浆糊。江湖已死。赴山海的穿帮镜头与消失的侠义，在国产剧市场上，每逢有武侠2字的作品出现，
总能引起观众的注意与期待。毕竟，武侠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怀，江湖、侠义、快意、恩仇，是独属于华语文化的浪漫与精神寄托。可遗憾的是，越到近年，越多打着武侠旗号的作品，却在播出后被观众讥讽为古偶皮、科幻股，侠义精神逐渐式微。程毅主演的《富山海》正是这股风潮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。从顶配到笑话，穿帮镜头击穿观众耐心。开播前，《富山海》是妥妥的顶配爆款，改编自温瑞安《神州奇侠》 ，IP 声量巨大，投资高达3亿，号称 S 加制作。莲花楼原班人马再聚，程毅的粉丝盘强大，主打穿书概念，试图和年轻群体建立对话。然而，播出之后，观众第一时间注意到的不是紧张的剧情，也不是荡气回肠的侠义桥段，而是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穿帮。古代侠客脚下，赫然是一双现代的厚底洞鞋。演员手里攥着剧本，上面用蓝色荧光笔标记台词。悬崖飞马的场景塑料感十足，微压线根本没处理干净，绿幕痕迹明显，甚至出现人物瞬移、闪现的诡异效果。这些镜头在社交媒体上被疯狂转发，网友调侃《富山海》是洞鞋大侠荧光笔奇侠传。原本寄托了厚望的史诗级武侠剧，瞬间跌落成笑话。穿帮本身并不可怕，但可怕的是它频繁出现，且制作团队毫无遮掩之意。观众不禁质疑，3亿投资的钱到底花在哪里？消失的侠义，武侠剧为何变成科幻偶像剧？比穿帮更致命的是内核的流失。真正的武侠剧，从金庸、古龙到温瑞安，都是以侠义为灵魂。郭靖守襄阳，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国；令狐冲护五岳，宁死不屈，维护自由与尊严；陈家洛舍身赴死，守护民族大义。侠义精神始终是支撑江湖存在的根本。然而富山海里，侠义精神被彻底稀释，重武不重侠，打戏沦为光效秀场，各种发光武器、御剑飞行，看似炫酷，实则空洞。侠客们的抉择、担当、情谊被忽略，剩下的只是堆砌特效。爱情与权谋喧宾夺主，观众明明冲着江湖而来，却被塞了一嘴狗血爱情。大量剧情偏向男女主的感情拉扯，系统设定与权谋斗争，家国与江湖的责任被彻底边缘化。原创部分全面失败。有剧评人尖锐指出，95%接近原著的部分尚可看，95%原创剧情均失败。编剧在原著基础上加的穿书系统设定，非但没能吸引年轻人，反而削弱了故事的厚重感。于是，所谓武侠剧最终成了披着古装外衣的科幻爱情片，江湖气息荡然无存。诚意风波，偶像与剧作的双重困境。如果说穿帮与剧情问题击垮了剧的口碑，那么主演程毅的言论风波则彻底让富山海陷入舆论泥潭。在一次直播中，程毅建议观众沉浸式看剧，最好不要边刷牙边洗菜边看。他的本意或许只是希望观众认真体会剧情，但经过剪辑与断章取义，演变成了程毅指责观众不认真、程毅教育观众的标签。随即，程毅教育观众冲上热搜，负面舆论铺天盖地。虽然团队迅速澄清，甚至宣布取证追责，但伤害已然造成，口碑下跌，收视骤降，观众用实际行动投下了不满的一票。然而，冷静来看，这场风波并非完全由程毅个人导致。真正的问题是，当作品质量本就不佳，观众积怨已深，一点小火星就能引爆情绪。程毅只是成为了那根最后的稻草。钱花哪儿了？投资与制作的错位。3亿投资的宣传口径一度给观众带来巨大的信任感，但播出效果
却让人质疑钱都去哪儿了。片酬高级，顶流演员的片酬常常占据投资的1/3甚至更多。营销优先，宣发成本、热搜操作、话题炒作都是硬支出。制作缩水，后期特效粗糙，绿幕痕迹严重，滤镜磨皮过度，一切都显示出制作经费被极度挤压。最终，观众看到的不是高燃打斗，而是闪现加瞬移加光效3件套，动作戏仿佛开了外挂。诚意明明有不错的打戏功底，却被廉价特效拖成了笑话。数据崩盘，高开低走的讽刺。开播当天，双平台上线6分钟，热度值突破22000，堪称现象级。但短短1周后，豆瓣评分跌至 4.5， 外网更低至 3.4， 收视率断崖式下滑，曲线从陡升到速降，几乎成了教科书式的高开低走。数据讽刺地说明了一切，观众并非不爱武侠，而是无法忍受粗制滥造。武侠剧的困境与未来。赴山海的失败并不是孤立，而是整个国产武侠剧困境的缩影。过度依赖流量明星，投资押宝顶流，以粉丝盘支撑前期热度，却忽视了剧本和制作。侠义精神被边缘化，编剧更愿意用爱情、权谋、玄幻元素来吸引年轻观众，却忘记了武侠的根本释义。态度浮躁，对剧本打磨不够，对动作设计不重视，只想着在特效和营销上取巧。然而，观众真正想要的，从来不是完美的技术，而是一个可信的江湖。即使场景简陋，武打质朴，只要能展现侠义的抉择与担当，观众依旧会被打动。正如经典台词所说，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而是人情世故。侠义精神才是武侠的灵魂。江湖未死，侠义当存。赴山海带来的争议，与其说是观众苛责，不如说是大家对武侠回归本质的呼唤。当武侠剧失去了侠义，只剩下流量与特效，那无论投入多少资金，也只是虚有其表。江湖或许在剧中已经死去，但在观众心中，侠义从未消失。未来，武侠剧要想重振，不是靠砸钱炒作，而是回归初心，尊重原著，尊重武学，尊重侠的精神。只有这样，江湖才能鲜活，侠义才能长存。否则，再宏大的江湖，也只是一锅浆糊。